你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能让你也挺头疼的事儿，就是学中文词汇怎么老是记不住呢？刚学的，可能一转头，就忘了。怎么才能让这些词儿啊，牢牢地，就是说，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我们看你也提到过记词，特别是汉字，感觉特别难。对，这种感觉太普遍了，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体会。今天可能觉得记住了，明天就剩个大白印象，或者看着字儿眼熟，但让你用，就用不出来。是吧？尤其像中文，它又有拼音，又有汉字，这个挑战确实感觉更大一点。没错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挖一挖，看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这个大脑啊，好像总是不太配合，老把刚认识的中文词儿给弄丢了？更重要的是，咱们得找到一些靠谱的方法，让你不光能记住，还得能灵活的用出来。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看看怎么让这些中文词儿在你脑子里安家落户。停，那咱们先说说这个记了又忘的怪圈吧。你是不是也常感觉花挺多时间背单词，效果呢总差点意思？比方说啊，用那个闪卡或者手机 app 刷刷刷过好多词儿，当时觉得哎呦都认识了，可过2天你想写个东西或者跟人聊天用一下，脑子里空白了。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琢磨过，这到底是汉字它本身就那么难记，还是说咱们学的方法有点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种记了又忘啊，背后原因挺多的，不是单一的。我跟你说几个最常见的啊。第一个就是孤立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词儿从它那个生长的环境里，就是那个句子啊、对话里面，给它单独拎出来。就搞像记电话号码一样，死记硬背。比如你就反复看一个卡片儿，上面写着苹果、苹果、Apple， 但是呢，你很少去想或者去接触它在真实句子里的用法。像我喜欢吃苹果这种啊。对，或者这苹果挺甜的，这种实际的用法你接触的少，光记那个词儿本身它就是死的。这么说的话，这种方法好像看着挺快，一下子能过好多词儿。是啊，看着快，但是缺了点儿。怎么说呢？缺了灵魂。灵魂？对，词是有生命的，得在语境里才活。这就连到第二个原因了，缺复习，而且是有规律的复习。咱们的记性啊，它不是硬盘，不是说存进去就永远在了，它更像那个沙滩上写的字。浪一冲就没了。对，得经常描才能留住。那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你可能听说过。听说过。他就告诉咱们，忘事儿是有规律的，你不按时去回顾，那信息肯定就流失了，这是自然规律。所以不是我们记性不好，是我们没按规律来保养它。可以这么理解。还有第三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最要命，就是不怎么用。学了不用。对，语言这东西，它就是个工具，是用来交流的。你学的词儿，要是从来没机会在你的听说读写里头被用起来、被激活，那它很难真正变成你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你集邮攒了一堆邮票，漂亮是挺漂亮，对，偶尔拿出来看看挺好，但你从来不用它记信。这种状态的词儿，到你想用的时候能想起来才怪呢。这个邮票的比喻可以一下就明白了，就是说不光要认识，还得跟他们混熟了才行。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还有一点啊，很多刚学的人容易忽略，就是把一个词儿的几个关键部分给拆开了学。哪几个部分？就是咱们说的音形意用。一个中文词儿，它有读音，对吧？拼音，有样子，就是那个汉字，有意思，
词义，还有它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跟谁搭拍。哦，你学的时候，要是只关注其中一两个，比如说光记住意思了，读不准，或者认识这个字不会写，或者不知道它一般跟啥词一起用，那你对这个词儿的掌握，它就是瘸腿的，不牢固。那肯定容易忘。可不是吗？明白了，明白了。这么一说，孤立学不复习不应用，还把因形意用拆开，这确实是我们学习中可能存在的盲区。感觉很多我们觉得挺正常的学习方法，搞不好效率反而不高。对头，比如刚才说的，就光靠那个脱离实际用法的单词表啊，或者赏卡，对，很多人都这么干。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学了好多词，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看过了很多词。只是眼熟。对，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了，值得咱们想想，咱们的目标到底是短时间里认识尽可能多的词，还是说哪怕少一点，也要真正掌握能用的流？这是个深度问题。是得想想。光停留在认的，跟能主动准确的用出来，那完全是两码事。这确实得反思一下自己的学习目标了。还有啊，您刚才提到那个因形意用要结合，我就想到很多人记生词的那个本子，可能你也是这样，看到个生词，查了意思，刷刷刷写上生词、拼音、意思。对，但是很少会去注意，这词是名词还是动词，它一般跟什么词搭配，或者找几个例句看看。对，这种记笔记的方法本身可能就把那个要素分离的坏习惯给固化了。而且啊，很多人学的时候，听说读写这4个也是分开的，各连各的。对，今天背单词，明天练听力，后天搞口语，看着好像都做了，但他们之间那个联系是断的。你想想啊，如果学个新词，比如犹豫，你不光查了它的意思是 hesitate， 你还听了一段包含它的对话，看到这个词在文章里怎么用的，甚至你自己试着造个句，说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去，还动笔写下来。这个词在你脑子里建的那个连接，就比光看卡片要多得多，也牢固得多。这种多角度的输入输出听起来就像是给这个词建了个特别结实的档案。这个比喻好。记忆啊，说白了就是连接。咱们大脑不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点，它是个巨大的网络。学新东西就是在这个网里头加新的连接点，或者把旧的连接加固。你要是学个词，没主动把它跟已经知道的某个事儿啊、某个画面啊、某个故事啊，甚至某种感觉连起来，它就飘着。对，就像个没系绳的气球，很容易就飘走了。这就是缺乏联想的问题。很多死记硬背的方法为什么效率低，就是因为它只是重复信息，没有构建意义。明白了。这么分析下来，咱们就清楚多了，为什么老记了又忘。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说怎么办了。到底有哪些方法能帮咱们学得更有效，让这些词汇真正长在脑子里？当然，刚才咱们说了孤立学习不好，那反过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咱们常说的语境学习法。在语境里学。对，说白了就是尽量在真实的语言环境里去接触、去理解、去记单词，别老盯着那个单词表。要多看看文章，看看中文剧，听听播客，跟人聊聊天。当你在一个活生生的句子里，或者一个故事里碰到一个生词，那个上下文就能帮你理解它的准确意思，怎么用，甚至是什么语气。这个听起来更自然一点，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说话那样。是这个道理。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在看东西或者听东西的时候，专门去留意那些反复出现的生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比光背单词影响深？很多学习的人都说确实是这样，因为语境给你提供了理解的那个架子，词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符号了。而且有个有意思的现象，
通过语境学的词，你往往更容易想起来它怎么用，不光是它的中文意思。哦，因为它一开始就是活的。对，那除了靠外边的语境，咱们自己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加强这个记忆连接呢？这个就得靠咱们大脑的想象力了，也就是用联想和图像化记忆法。联想、图像，对，人的大脑啊，天生就对画面、故事，还有在感情的东西特别敏感。学新词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比较抽象的或者汉字难记的，你可以主动去编个联想。怎么编？举个例子。好，比如学羡慕，你看羡慕上面是不是有个羊字头？对。下面还有个木，你可以想象一只羊站在木头上，看着别人的好东西直流口水，这就把羡慕那个感觉和字形连起来了。哈哈，有点意思。或者一个复杂的汉字，你把它拆成几个你认识的部分，编个小故事串起来。这样一来，记单词好像不能枯燥了，有点像做游戏。没错，关键就是你得主动参与进去，进行深度加工，不是被动的看，把信息变得个性化、有感情，甚至有点夸张，都能大大增加记忆效果。这跟你刚才说的那个连结是一回事儿。我明白，语境和联想主要是帮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输入。那对于忘这个强大的敌人，有没有什么专门的武器？刚才提到复习很重要，非常重要。这就得请出咱们基于记忆科学的一个大杀器了——间隔重复法，英文叫 Spaced Repetition System。SRS， 间隔重复。对，它的核心想法就是在你快要忘记但还没完全忘记的那个最佳时间点去复习，这样效率最高。掐着点儿复习。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有很多手机 App， 像 Anki 啊、Quizlet 啊、Memrise 啊，它们里头都带着这种算法。你一用的时候，它会问你这个词你记得怎么样，你说认识或者忘了，它就自动帮你算好下一次该什么时候再让你看这个词。真起来像请了一个智能小秘书，专门帮你安排复习。就是这么个道理，它把复习从一个凭感觉随缘的事儿，变成了一个科学的系统化的过程。当然了，你要是不喜欢用 App， 用那个传统的卡片盒子，或者自己定个复习计划表也行。关键是抓住间隔和重复这两个原则，这就解决了不规律复习的问题。科技或者系统确实能帮大忙。那咱们前面还一直强调用，还有听说读写要结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建议？这个就是听说读写整合法，别把这4样看成是孤立的。学了个新词之后啊，要主动的、全方位的去接触它、用它。怎么个全方位法？比如说，听，找找有没有包含这个词的录音啊、视频啊，仔细听它的发音，在句子里的那个调调。说，大声的把带这个词的例句读出来，模仿那个发音，然后试着用自己的话口头造个简单的句子。读，多读点包含这个词的文章或者段落，看看它不同的用法和搭配，注意看那个汉字是怎么写的。写，动手把这个汉字写几遍，再试着用它写个句子，甚至一小段话。这听起来得更主动的去跟词汇互动了，能不能定点小目标啥的？这个想法特别好。比如每天学习完了，挑出今天最重要的3到5个生词，给每个词造一个跟你自己有关的、有意义的句子。或者你写日记，发个朋友圈，跟语伴聊天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把最近学的新词给用上。关键就是创造机会去用它，让它从你被动认识的词变成你主动掌握的词。明白了，让词在用中学，在用中活。
不过这儿可能还有个问题，估计你也想问，每天学多少词比较好？是越多越好，还是少而精？这个啊，确实没有标准答案，特别看个人。关键是找到一个你自己能坚持下去的节奏。时可持续发展。对，有的人喜欢一天快速过很多新词，然后靠后面的阅读啊、复习啊来巩固。有的人呢，就喜欢一天少学几个，但保证每个都弄懂会用。两种风格。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让你觉得有进步、有动力，又不至于累得不行，觉得消化不了，最后干脆放弃了。而且，不管你选哪种节奏，都得保证有时间去复习、去用，了解和尊重自己的学习习惯和经历，这本身就是高效学习的一部分。说了这么多理论方法，要不咱们现在就现场试一下，把刚才说的几个方法捏合在一起用用看。好啊，咱们就选个最基础的，但是很能说明音形意用结合的词，猫，来个迷你演示怎么样？好主意。行，假设你今天第一次看到猫，先听声音，猫一声，你听着跟猫叫那个喵像不像？还真有点像，这是声音上的联想。对，再看字形，看这个猫字，左边那个款叫反犬旁，一般都跟动物有关。提示了意思。对，右边的苗可能跟声音有点关系，也可能暗示了某种样子。你可以看看它的结构，甚至用手指头在空中比划比划，加深印象。然后是意思，e 就是 cat。这个简单。接下来联想图像化，想象一只猫，你家养的或者动画片里的，随便哪只都行。想它趴在那儿懒洋洋的，或者冲你喵喵叫。把这个画面跟猫这个声音、猫这个字形联系起来。声音、字形、图像都在脑子里了。下面呢？最关键的一步啦，用把它放到一个简单的句子里，大声读出来，猫，然后试着用它造个句，比如我喜欢猫，或者这是一只黑色的猫，在脑子里想那个画面。好，我试了一下，听声音像猫叫，看字形想到动物和苗条，想了指我家楼下的橘帽，然后说了句我喜欢猫。非常好，你看，就这么大概半分钟吧，你调动了听觉、视觉、联想，还有语言运用能力来学猫这一个词。你对比一下，就光在单词表里看到猫 cat， 然后自己默念几遍，这两种方法哪一种让你觉得这个词更抓得住，印象更深？肯定是刚才这个演示的方法，对吧？当你主动的把声音、图像、字形、用法这些东西都编织到一起的时候，记忆效果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这虽然是个简单的例子但它就把那个多通道、多连接学习的基本意思给演示出来了。确实，感觉这个词不光是个符号了，变得更立体了，跟我知道的东西，我的感觉连起来了。这种方法好像更能记牢。好了，聊了这么多，还做了个小演示。咱们这次关于怎么才能长久记住中文词的探讨，差不多也到尾声了。咱们简单总结一下重点吧。行，咱们先是分析了为什么老记了又忘，主要就是孤立的学，脱离了语境，然后是没规律的复习，忘了对抗遗忘，还有就是用的太少，没在听说读写里真正用起来，还有那个把音形意用给拆开了，这也不行。对，那有效的办法呢，正好反过来，得在语境里学，让词活起来，用联想、图像这些方法给记忆多加点钩子，还得靠间隔重复、科学的复习。最关键的是要听说读写结合，在实践里多用。
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没错儿。所以啊，如果说最后给个建议，那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方法，只有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因人而异。对，关键是你要去试，去感受，找到那个最对你胃口、最适合你现在情况的方法组合，然后呢，坚持下去。记东西是个慢功夫，得有耐心，有策略，还得持续投入。非要总结个公式的话，可能就是深刻理解在语境里 ，plus 有效联想、图像故事 ，plus 规律重复、间隔重复 ，plus 实际应用、听说读写、移钩、长久记忆。但核心是这个理念，不是死板的步骤。理解、联想、重复、应用，这4个确实是环环相扣，是有效记忆的基石。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这些很实在的分析和建议。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是能帮你思考一下接下来的学习。好，你可以现在就回想一下，你现在学中文词汇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听完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或者说你打算做出哪一个微小的但具体的改变？一个小改变，对，就一个小的改变，能帮你把那些老记不住的生词，一点点变成你能顺手拈来用的熟词，让它们真正成为你中文能力里活生生的一部分。不用追求一下子全变了，可能就是每天多花5分钟，用新学的词造几个跟你生活有关的句子。或者试着用图右联想法去记一个你觉得特别难写的汉字。再或者就下个间隔重复的 app， 把复习这事儿交给他，就从这一个微小的改变开始，怎么样？好，想一想，然后就去做吧。